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我们来说加拿大美妆公司 DCM 的另外一款主打成分且高科技感的高阶品牌 NIOD。与完完全全的成分原料统计 Ordinary 不同 ，NIOD 走的是中高档价位且主打前沿成分的一个品牌。加上这个品牌呢，也常常会打折，所以号称拥有很多专利的它，其实也是具备一定的性价比的。尤其是这个品牌，它的很多出发点与别家品牌完全不同，很具备先端意义。其实最早我是从他们家的2款泥面膜开始入手去尝试这个品牌的。与传统只主打清洁的泥面膜完全不同，他们家的产品呢，一个是主打提气色跟细致纹理，另外一个主打紧致提拉。这款墨药树脂提拉紧致面膜，在我早期的视频中已经出现过。古法护理中常见的墨药粘土，其实可以起到肉眼可见的绩效紧致。添加了各种印度草药跟中药的成分，更加有利于墨药的成分深入皮肤，强化它紧致皮肤的效果。我一般都是早上的时候去使用这款产品，其紧致的功能呢，很适合解决浮肿的问题。即便在我吃太多零食而发胖的状态下使用，我也能感觉到我皮肤是有紧绷感的。从这点来说，NIOD非常具备科技感。如果要说它的缺点的话，大概就是它的这种罐子的设计吧，因为非常的小，在取出的时候呢，其实挺不方便的。通常去角质类的面膜，为了能够呈现使用后的光泽感，都会在成分上加入高浓度的酸类，以及具备超强的清洁力。虽然效果明显，但是很容易破坏皮肤的 pH 值，降低皮肤密度，造成炎症反应。过度使用呢，也会造成皮肤的老化问题。而 NIOD 不使用任何可以破坏皮肤平衡和引起炎症的成分，比如这款黄铜泥面膜就从3个方面来实现可持续的皮肤光泽。在清洁的部分呢，就选用3种不同的粘土。第一是用到亚马逊的黑色粘土，具备高浓度的钛和低聚合物元素，在带走皮肤污垢的同时呢，可以起到细致纹理的作用。而白色粘土在不损害皮肤屏障的情况下，吸收多余油脂。巴西富含铜的一种稳定粘土，在清洁的同时呢，还可以起到修复屏障的作用。第二点主要着重于在提升皮肤的自我防御力上。微生物海藻多糖的添加呢，可以强化屏障，也有用到像白藜芦醇、苦橙皮衍生物等，可以实现抗火的成分。而最关键的持续维护呢，用到了是柑橘皮内的白色部分，是高纯度黄幻酮的衍生物，也是这个面膜的核心所在。它就可以促进肌肤的自身循环力。由酵母产生的改性油酸可以起到局部抗炎的作用。不仅如此，它还采用了最精细的分散机制，可以在非常薄的涂抹量下就可以达到均匀覆盖皮肤。仅仅一个泥面膜的产品呢，就涉及到很多的层面。比较有趣的是呢，这款面膜的槽点呢，就是它的优点。首先它100毫升非常的大量，看似非常的实惠，但是 NIOD 的面膜呢，都是打开后要6个月内使用完的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买各种各样的泥面膜的话，那么其实你是根本用不完的，最后就会浪费掉。下面这瓶呢是30%浓度的乙基抗坏血酸亮肤精华，其实已经用完很久了，至少半年以上。但是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，仍然是接近透明色的，其完全无水的配方呢，可以防止维 C 的氧化，而且即便在有水的情况下，它自身也会非常稳定。这种最纯净的维 C 衍生物具备非常强的抗氧化力，从名字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它是一款主打美白跟抗氧化的产品。但实际上，我之前已经说过，不要把维 C 当成一个纯粹美白的成分。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，用了大量的维 C 产品，并没有看见美白的效果，所以把它当成一个抗老抗氧化的成分，你会觉得更加的安心。这款精华呢，其实不仅仅加了维 C 衍生物的成分，还有3大抗氧化成分：锌、硒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。刚才最后提到的这个成分呢，其实就是大宝里面的 SOD 蜜，有很好的抗老作用，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，防止皮肤纤维化。肤感上呢，采用了新型的溶剂，上脸的1分钟内会有油感，但是吸收之后就会消失。这种溶剂的添加呢，也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渗透性。简单来说呢，它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抗氧化精华，和我现在正在用的原型维 C 鲜丽诗一样，其实使用过程中没有特别大的感觉，毕竟抗老在脸上不会有很强烈的变化。
防止肌肤的日常氧化损伤也是抗老的必修课。这款分层眼部精华算是最具性价比的眼部产品，它很容易断货，所以我只用过2瓶，它能倒出来一点点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质地，其实已经氧化掉了，因为这瓶也用了很久。它算是比较有滋润度的精华液的状态。这种滴管的设计取出来其实会有一些麻烦，不过15毫升的它还是蛮耐用的，大概可以用到2个月。作为一款眼部的产品，它的滋润度跟舒适度都做得不错。网上别的博主说用了它之后细纹明显简单，这个在我脸上是没有看到的。用到28种复杂的专利技术以及14种胜肽来对抗眼部的老化问题。这一瓶小小的精华，光是在抑制动态表情纹上面呢，就用了很多的类蛇毒胜肽成分。不少人在意的黑眼圈问题呢，它考虑的也很全面，包括七叶树、积雪草、金盏花等成分，可以抑制毛细血管的扩张。而针对这种青色的黑眼圈问题呢，用到了橄榄苦苷、维 C 糖苷等成分，可以预防炎症型的色沉。基本上每一个眼部问题都有组合运用到各种成分跟专利去针对，算是非常强大的一款眼部产品了。本来碍于它的技术跟价格，我是想长期用用看的，但是它太容易断货了，之后呢我就没有再买到了。个人认为眼部问题的改善在用任何产品呢都是非常微小的，所以除了日常勤于保养之外呢，还是要提早睡眠。是的，我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有些产品你在查看 NIOD 的官方资料的时候很难不心动，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亮肤精华，它里面有用到2葡萄糖基末石子酸，这个成分号称提亮肤色方面是曲酸的60倍。这样的数据好像是欧美品牌非常喜欢引用的点，也正是因为这个数据吸引了我，所以我买来尝试了一下，结果当然是没有看见什么明显的效果，但是从它的技术说明点上还是有很多令我惊叹的点。比如说用壬二酸可以对黄褐斑起到很好的针对作用，但 NIO 的这瓶里用到了壬二酸跟谷氨酸合成的一种衍生物，叫做壬二酰甘氨酸，会比前者拥有更好的增白以及抗泛红的能力。从它的寡肽68以及藻类提取物的添加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这瓶更加针对的是紫外线照射产生的炎症以及泛红的问题。本身这瓶的售价也比较贵，30毫升售价500多人民币，所以在有折扣的时候购入呢是比较划算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，我感觉最近1年时间 NIOD 的产品呢比较不好买到，而国内的成色软件上面几乎都是原价，非常的不美好。因为我全部 NIOD 的产品几乎都是7折购入的。色斑的问题不是用1瓶可以改善的，作为不好买且价格不合适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放弃选择它了。最后一个产品呢是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，他们家真正意义上的断货王蓝铜胜肽。其实我手上现在拿着的空瓶呢也都是旧版，包括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瓶，它上面会写着2:1，2:1呢就是第2代，而它最新出的第3代呢已经不需要像我手上的这个将2种制剂混合使用，加了1%稳定的酮肽以及1%活性的酮肽，不需要再进行混合，更加的稳定跟高效。在第3代配方中呢，它还加到了9%的3肽杠29以及4%的4肽杠2，它们可以组合作用，协同蓝铜胜肽，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修护和细致皮肤纹理。最近一段时间我眼下有明显的泛红问题，应该跟我更加熬夜有关系，然后我就打开了我手头上最后这一瓶第2代的蓝铜胜肽精华，并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是我以前在涂抹没有注意到的，就是大家都知道蓝铜胜肽它是这个蓝色的这个液体，可能因为比较急切，所以我在使用量上也比之前要大，然后我就发现大量涂抹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有一种冷青色，那么白天这个肤色呢看起来就有一点奇怪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此类成分的精华呢还是留在晚上用会比较好。即便使用起来呢有诸多限制跟各种不便，也不妨碍蓝铜胜肽成为最好的修护类成分，因为我在用了几天之后，那个泛红呢就已经有压下去了。而 NIOD 的这款蓝铜胜肽呢也是同类成分中的佼佼者，所以如果喜欢蓝铜胜肽的呢可以买来尝试一下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我使用过的 NIOD 产品的全部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，感谢你的收看。